真是蛮夸张。没想到一支12000的手机可以靠着软体调教表现成这样，我真是蛮佩服谷歌的力量啦。好，接下来介绍这东西呢，是一只手机，也是我很期待的一款手机，就是这款，这款。Pixel 4a，Pixel 4a， 安卓大厂谷歌的预算手机，谷歌的亲儿子。它这款手机厉害的地方就是厉害在于说，它是 Google 它自己制造的，然后它在软体的更新保证上是保证3年，绝对不会遗弃你，一定会有3年的更新。然后在这款手机 Pixel 之前，大家最常听到就是买它的相机软体送手机，它那个 Point and Shoot 的那个拍照体验非常好，就是你直接拿起来拍就很 OK。特别是今年出的这款 4A， 完全就是剑指 iPhone SE 2代，直冲 iPhone SE 2代。它就是今年安卓阵营对于 Apple 预算手机，我觉得最佳的回复吧。所以说，在影片的末段，我也会比较两者之间的拍照比较，还有他们在一些选购上的建议。毕竟 iPhone SE 我也有买，虽然说现在被家人赶走拿去用，但是我还是想办法把它拿回来比较了一下。然后此外，我觉得有个现象很有趣，就是每一家都提供了他们那一家最擅长的部分，像是苹果端出了最强的处理器，那 Pixel 给出了最强的拍照体验，这种感觉，我觉得这点对消费者来讲是还蛮不错。这一款手机 Pixel 听说是由台湾的团队主导设计的手机，所以我个人是真的蛮期待。好啊，那盒装就非常的简单，它这还特别把镜头移到中间，代表说它对于这个拍照体验是比较讲究的。那我们就赶快来开箱我们第一支 Google 的手机吧。然后这一款手机呢 ，Pixel 它比较没有走太多花俏的颜色，它就只有一个颜色叫纯粹黑 （Just Black）。那我们手机的部分先放一边啊，看一下有什么配件。哇 ，Google 说明书，然后这边有它的退卡针，退卡针也是走这个圆形的设计，可惜不是写一个 G。然后这是一个充电器，18瓦的充电器。然后 USB Type C 的充电线，最后一个是 Type A 转 Type C 的资料传输头，所以这就是它所有的配件：一个手机说明书、充电器、充电线、转接头、品针这样子，非常简单。然后我觉得它盒装所附的这个是18瓦的充电头，然后还不错，蛮有诚意的，因为它这只手机就是支援到18瓦的快充。好，然后接着我们看一下手机整体的质感。首先可以看到说，它整个背面的机身是使用的是聚碳酸酯的机身，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塑胶的机身。不过我觉得整体来讲蛮有质感，然后也不是这么容易沾指纹，还不错哦。对，忘记讲它的售价，它售价在台湾的售价是11990元，也就是差不多349美吧。那这个售价，塑胶的机身是还 OK 啊，蛮可以接受的，至少不是3万多嘛，对不对？最近有一个3万多的塑料的那个就稍微有点难以接受了一点。那我们就来撕一下它的膜吧。接下来之后就可以看到说，它这一款的正面是走的是这个挖孔的萤幕，所以说整个的萤幕体验应该会跟之前很不一样。然后整个拿起来的手感很好，因为非常的小，它这萤幕的尺寸应该是只有5.81寸，然后整个的手感非常的轻。整只手机的重量表现是来到143克，非常的轻巧啊。我觉得整个做工的感觉都还蛮不错的。闻闻看这个黄纸的味道。亲儿子的味道，哇，香啊香！哇，我的鼻子有点油。然后这款手机因为它是比较预算机，所以它是不支援防水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个按键设计。首先先看到最右侧，右侧的话就是一个音量键，然后一个白色的电源键。我觉得这个颜色做的还不错。比较可惜的是，他们之前都喜欢推出各式各样什么粉色啊、Not Pink 啊，或者是橘色这种，然后它会做一个撞色，然后黑色跟白色就是蛮简单、蛮好看的。这右边的话就这样，上方的话，哇，看到了吗？我觉得预算手机必备的3.5mm 耳机孔，它有提供给你，这个还蛮不错。因为会买预算手机的人，就是预算比较不够嘛，或者是他不想花这么多钱在可能手机啊，或者是耳机这种配备上，那他可能就是使用有限。我觉得有配一个3.5mm耳机孔是很不错。在这一侧左侧的话就非常干净，只有一个这个 SIM 卡的卡槽。那我们来看一下 SIM 卡长什么样子。SIM 卡的话，它是这个单
实体 SIM 卡再加一个 eSIM， 所以它是可以做双卡的。不过它这个就是用走 eSIM 的格式，就是有点小麻烦，但是也还好，还可以接受。然后在底部的话就是一个 Type C 的接口，再加上喇叭部分。然后这款是有支援到双喇叭，它是这边会有一个听筒会做声音的输出，然后底部也会有这喇叭的输出。好，接着来到背面，背面就是它蛮有趣的地方。首先呢，我们第一个会看到就是它这个指纹的辨识，它这个指纹做的蛮好玩的是，它是有稍微做一点凹下设计，然后它是放在字中的。不过我个人会比较喜欢偏右一点，因为这样子位置是我比较习惯的啦，不能说最好，但是就是我个人最习惯。那放中间的话，就是你稍微每次开机的时候都要稍微适应一下。不过我觉得这个位置习惯应该也是还好。那接下来就是来到它相机的部分，这次的相机很有趣，看到没？它就是一个闪光灯再加上一个单镜头的相机。虽然说它做的是一个方的设计，不过其实它只有一颗的镜头。不过反正 Google 之前就很喜欢用软体去补足它比较弱势的硬体，像它之前一开始刚推出的时候，就是单镜头打得赢双镜头这个状况，非常的让人觉得逆天，这样很猛。那这次一样，这预算机给的是单镜头，它这颗后镜头的规格其实也还蛮不错的，它支援的是1220万像素，然后是 f1.7 的大光圈，支援 Dual Pixel 对焦 ，OIS 和 EIS 的防手震。那录影的规格最高支援到的是 1080p 60fps 跟 4K 的30fps 的录影。那同时这一支是有支援夜拍的功能，所以说它也是有 Google 很强的银河的夜拍的功能也在里面。那它的肖像模式也是有支援，而且它的肖像不一定是要对着人的。所以说整体来讲的话，我觉得它的相机的功能给的是很不错。那前镜头的部分的话，它这颗前镜头支援的是800万像素 f2.0 光圈。那这颗前镜头比较特别的是它的广角是84度广角，其实它感觉会比一般的镜头来得更广。那它最高是支援到了 1080p 30fps 的录影。那我们就赶快来开机体验一下它的感觉是如何。哇 ，Google 哇，亲儿子哇，香啊！开机了。然后首先大家可以感觉到，就是它这个是一款很原生的 Google 界面，它里面其实没有帮你装太多的东西，有些东西是从扭曲虚空里装好的，所以说它这款并不是完全的初始状况。不过整个手机其实拿到的都是很干净，这是我第一次使用这么干净的 Google 系统啊，我觉得很不错，非常的简洁。然后这款手机的规格，它里面所使用的处理器是高通 S730G， 然后搭配这个 Titan M 的安全性晶片，它给到的记忆体空间是6GB 的 RAM 加上128GB 的 ROM， 然后它的电池容量来到的是3140毫安时，然后支援18瓦快充，大概概念就是你1小时可以从0充到80，然后大概快接近100分钟的时候会充到100%这样，然后支援蓝牙 5.1 跟 NFC 的功能。这款的萤幕规格是5.81寸的 Full HD Plus， 然后它使用的萤幕种类是 OLED 的萤幕，所以可以感觉到它的黑是黑的非常漂亮。然后它这边的左上角会有一个它的挖孔的前置镜头在这，所以说整个的观影体验是还蛮好，因为它就在左下角。在观看整个影片的时候，其实你不会这么明显注意到，因为你的手会这样握持，刚好就有点遮挡到。然后它的像素密度是来到443 ppi， 是比 iPhone SE 再高了一些。iPhone SE 2代的是326 ppi， 最高的萤幕亮度是来到680 nits， 然后它使用的是大猩猩第3代的保护玻璃。哇，我就觉得这个萤幕是还蛮 OK 的啊，整个的观影体验蛮好，特别是预算手机可以给到这种感觉，就是少了额头和下巴的状况下，整个的状况是很不错，而且还有是 OLED 的发色就真的是蛮 OK 的，特别是在黑色啊这种感觉。不过它就是支援 1080p 啊，这个就是比较没办法一点的地方。好，那我们就赶快来看一下它的相机体验。它的相机的拍照界面就长得非常的原生，就是我之前其实也在很多次手机上装过 Gcam， 那这是我第一次使用它原生的相机。我们就赶快来拍个几张，感觉一下它的状况是怎样。拿出我们的小草，然后它最有趣的就是这个，我们看到这个双曝光的调整，你点了之后，你可以调整你暗部的亮度啊，可以吧？然后亮部的暗度，这都可以调整，我觉得非常有趣。然后调好之后就可以直接锁起来，然后你也可以直接交给他自己去调整。他如果自己调整的话，整个感觉就会像这样，没有声音。然后整个拍照体验会像是这样。然后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地方是在于说，我记得它会有一个近拍的提醒，如果你太近拍摄，我看到它这边会写说，请往后移动以改善焦点清晰度，它会提醒你说没有对到焦，所以它整个拍照的体验我觉得还蛮不错
错的，然后处理的速度也不会说太久，还算蛮 OK 的。好，再来就是我刚刚用到现在，我觉得它的手势做得很不错，它就是底部会有一条这个 bar， 然后你萤幕往左回的时候是回到上页，感觉是还蛮好的。好了，那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这一部的重头戏，也就是它跟 iPhone SE 的相机比较。那我们这次每一张我都不会写说哪一张是哪一只手机拍的，顺序也不会固定，就有点像盲测那样子啦。每一组的照片我都会讲解一下我喜欢哪一个，然后原因是什么，然后再公布说哪一只是哪一只拍，然后就这样进行。我觉得这样可以比较避免你主观的印象和个人偏好去影响，其实你真的喜欢的照片的模式是怎样。然后我们第一张就是来到了风景的照片，就是在捷运站底下。那基本上我觉得第一眼看到的时候会觉得两者的差异没有这么的大。那我左边和右边选择的话，我个人会比较喜欢右边一点，因为我觉得它在后面那个树叶的部分表现的比较好，然后整体的色调和锐利度是让我感觉比较好一点。那这一组来讲的话，左边是 iPhone SE， 那右边是 Pixel。不过基本上这两组的差异没有到很大。那 Pixel 的颜色比较鲜一点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。接着是绿叶的部分，那这两张来选的话，第一个比较吸引眼球的一定是右边的那一张。那其实这应该也蛮明显，就照刚刚的那一组样张来看的话，右边的就是 Pixel， 那左边是 iPhone SE， 就可以感觉到这一组就更加明显的感觉到 iPhone 颜色会比较平淡一些，就是你在贴到社群媒体的时候，你可能还需要再多做一些调整。那右边的 Pixel 的话，它的颜色虽然鲜艳一点，但是我觉得其实跟我在现场看到绿叶的颜色是蛮接近。然后接着是这张水管的照片，这张来讲的话，可以看得出这两只手机细节和锐利度的呈现的程度。然后可以看到右边这张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，然后左边这张我会觉得它在上面的污点的地方，或者是整体看起来水管的锐利的质感并没有出来一点。这张来讲的话，左边这张就是 iPhone SE 拍，右边这张是 Pixel 拍的。那我会觉得在这张的话，你就可以明显感觉出 Pixel 锐利度是稍微的好一点的，不过它的发色也稍微比较偏冷色一点就是。然后再来是实物的竞拍，其实说真的，这两组的样张我都蛮喜欢的，左边右边我觉得拍的都蛮不错的。那如果真的要我选的话，我会选左边的吧，因为我觉得左边的食物感觉比较好吃一点。这一组的话，左边是 iPhone， 那右边是 Pixel， 刚好就有点反过来。不过可能 iPhone 在对于食物上的发色掌握比较好。不过其实右边的樱桃看起来也是颜色蛮漂亮，这就看个人取色。我觉得其实在刚刚那几组到现在看起来，就是白天的时候或者是灯光充足的情况下，其实他们两者的差异不会到很显著。好，然后接着就是残酷的夜晚了，黑夜降临，这时候差异就会出现。这一组来看的话，你就会很明显感觉到说左边和右边的表现不太一样。那放大来看的话，就会发现说左边的其实细节的呈现程度是好上蛮多，就是你看像是这一段建设细节上，右边的就直接糊掉，然后这一组左边的就是 Pixel 拍，右边就是 iPhone 拍。那再来残酷的一刻来，就是当他直接把夜景模式 on 的时候，打开推进器的时候，差距就出来了，真是蛮夸张。没想到一只12000的手机可以靠着软体调教表现成这样，我真是蛮佩服谷歌的力量啦。你看左边的它整个的发色就清晰了许多，然后整体来讲的话，整张照片的亮度就拉高蛮多的，这个真的是调教的很猛。然后最惊讶还不是这个夜景，是它在处理 zoom in 的时候数位变焦，因为这两只手机基本上都是没有长焦镜头的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张照片蛮夸张。那首先右边的很清楚可以看到说它的噪点是比较低的，然后整张的照片的干净程度是很好。那左边的话就可以看到它有点斑黄的感觉，噪点的位置是有出来。这两张左边是用 iPhone SE 拍，右边是用 Pixel 拍的。那 Pixel 的最大放大的距离是可以到7倍，再来不是它最大，我是适应了 iPhone 的焦段，拍出了差不多范围的大小去做比较。如果真的放大的话，是可以放到这么大，然后可以看到说它的字体和它的锐利度是都还蛮有的，然后噪点蛮低的。那这时候最夸张的来了，就是我那时候想说，那我拿一下我现在手上的 S20 Ultra 是44000的手机来比一下，看我的望远镜头，因为它有光学的望远镜头嘛，看可不可以打回去这样子。然后没想到，哇靠，它的44000的手机，其实说真的，我分不太出来哪一张是我比较喜欢。但如果你真的放大来看的话，像这个初5和12或初6和13这里，其实 Pixel 的处理是比较好。哇，这抑制杂讯的能力
力，我觉得是蛮惊人的。好啦，所以说这大概就是我的 Google Pixel 4a 的拍照体验，我觉得真的是12000可以有这种表现蛮惊人。然后再来就是它这个原生的界面真的是干干净净，不会有一大堆原厂的垃圾要你自己去倒，然后有的还倒不掉这样子。好啦，那比较可惜一点就是它这镜头是只有1颗啦，真的是虽然说软体真的是调教不错，不过少了广角，这真的是比较难过了一点。然后至于它没有无线充电这一点，我是觉得还 OK， 还可以接受，因为18瓦快充用久之后，其实是速度上是还蛮可以。然后就是它这块萤幕，你看它基本上萤幕的部分，我觉得采取挖孔就是一个很不错的设计，因为你看像 iPhone SE 来讲的话，它就保留了上下刘海，那你可能觉得还 OK， 现在看起来还可以忍受，但你要想的是，他们两个都是可能支援3、4年的系统更新，但是如果3年后你看到这个 iPhone SE 的上下刘海，你还可以接受吗？这可能是比较思考范围啦。不过2只手机都各自有各自的好，像 iPhone 就是真的是处理器是给到最顶级，那 Pixel 的话就是它的相机拍照和萤幕这真的是还不错。然后最后就是它的售价了，售价是来到了11990元，不到12000的价格可以有这些体验，我觉得真的很不错。现在买 Pixel 也有附3个月的 YouTube Premium 和 Google One 的试用资格，所以说大概就是我 Pixel 的开箱啦。个人觉得整体来讲的话 ，Android 的阵营在这次是缴出了一个还不错的成绩单，特别是它在一些拍照的体验上，2只手机都拿出了他们看家的本领，我觉得这很不错。好了，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点个喜欢，也记得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。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啦，悄悄，拜拜。